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今天呢，就想跟大家一起来了解我们的这个世界首富 Elon Musk 的八字到底是如何的啦。那他八字里面到底有什么一些特别的元素啊，或者一个构造呢，让他可以成为现在这样子的一个人啊？那他又如何利用这些元素来帮助他一步一步成为所谓的世界首富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了解他八字命盘里面，当然还有包括奇门的命盘里面，如何让他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啊？首先呢，第一步当然我们要先输入他的出生日期还有时间啊。那今天的这个日期还有时间呢，是我通过网上去看很多西方占星或者西方星盘啊，他们在分析这个 Elon Musk 的时候，他们所提供的一个日期还有时间啊。那因为呢，大部分的分析啊都是用这个日期还有时间，所以呢，我就跟着大家所提供的一个资讯啊。那它日期呢是1971年6月28号。那我在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啊，他将快要生日了，所以如果他有看到的话，祝你生日快乐OK， 那好，那他的出生日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30分。那我今天用的是我自己本身的一个排盘工具。我们填好了，我们就按计算。那计算出来呢，我们就会有它的命盘啦。那首先呢，非常有趣的，我们第一个就看到它的日主呢是甲木。那甲木啊，它有的一个特质呢，有时候啊，他的人啊本身呢就会特别的高的，那就好像一棵树这样子。那 Elon Musk 啊，其实他的身形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啊，不知道大家有看过他的一个照片或者他的一些现场嘛？那所以呢，甲木首先它有什么特质？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固执，或者呢非常相信自己的一个世界、自己的一个原则的人。他呢对他的事业啊，或者对很多事情呢，他有些时候啊是没有这么容易被动摇的。那甚至你可以说，当他相信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更加不会觉得他是错的。那我们这里啊，也可以看到，它是有2个甲木在他的这个天干里边，就是月柱还有日柱。所以呢，我们这样子分析的时候，也可以得知啊，他其实对他的事业呢是非常的一致的。怎么说一致啊？就是事业就是他就是事业。OK，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日主代表的是你自己，那月柱呢是你的事业，所以如果通常有同样的元素出现的话，代表呢你的身份、你的一些认同啊、你的一些认知呢，是跟那一个部分、那一个柱子的部分呢所代表的事物啊是非常的一致的。所以你会发现啊，他的事业就等于是他，好像他的 Tesla， 他的现在 SpaceX。他做很多不同的这些新创的公司，就等于代表是他这样子，他会100%非常投入，甚至有一种到工作狂的一种地步了。那另外一个呢，你会发现啊，他的命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呢，是他的空亡在月柱。那我的这个排盘工具，你可以看到呢，在这个月柱这个5的下方呢，也是有标记的一个空在那一边。那空亡啊，很多时候人们看到这个字眼的时候，他会非常的害怕，因为呢，空啊又亡啊，就好像等于是一个零或者没有东西，那甚至亡呢是死亡的意思。那很多人就会时常会问我啊，这空亡到底是什么？听起来好恐怖啊！我们在分析八字的时候，空亡呢，它很多时候代表的是一种没有界限，因为呢，它就好像一个空，当一个空间是没有界限的时候，它是不是好像一个非常空泛、非常没有界限、很辽阔、很自由的一种感觉？那在古代呢，在以前的人来说啊，这样子的一种空亡呢是很不好的，因为代表这个人呢
他除了没有界限以外，他也时常会感觉比较迷茫，因为呢，他一直在一个很空洞的一个范围里面在摸索，在寻找方向。那所以呢，在以前的人来说啊，你这样子的话，很容易就会好像遁入空门，就你可能会出家，或者呢，你去寻找人生的真谛，你可能躲去深山去修行。那在古代人、以前人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种倾向。但是来到现代呢，这个空王啊，虽然说他可能也会表现出这样子的一种特质啊，所以他可能对他的事业。因为这个空王呢是出现在月柱，所以对他的事业呢，他也是时常处于一种探索的模式。那他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呢？我觉得最神奇的地方啊，大家知道他最近上市的一个公司是什么吗？就是 SpaceX， 对吧？那 SpaceX 做的事情是什么？是往太空去探索。那所以呢，在他的八字里面有这个空王，代表的是他永远或者他本身对这些非常空泛、非常空洞的一些事物本身就是很有兴趣的。所以呢，他表现在哪里？他去探索宇宙，他要发射火箭出外太空。OK， 那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是发射火箭？那这个月柱的5本身的一个丁火，它的元素呢是伤官。伤官是什么？伤官是要表现非常的夸张，非常的明显，给人家看到的。所以呢，没有比发射火箭更加的明显的。OK， 那发射火箭呢，就是一个非常伤官、非常张扬，你不可能非常安静的，或者没有人知道你在发射火箭这样。所以呢，你可以发现非常非常的有趣的，这个 Elon Musk 他的月柱啊，这个甲午的月柱，他同时是空王，然后也是伤官的空王，所以呢，他去做发射火箭这回事就非常的契合了。那到这里啊，你可能就会觉得，那是不是有很多人也会跟他有同样的八字啊？那为什么又不见他们去发射火箭呢？或者成为世界的首富呢？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八字里面比较你可以说神奇的地方。因为呢，八字啊只是代表一个人他的组成。那这个人呢，我们在世界上你可以说有好几百、几千或几万个人，可能都是同一个命盘。但是为什么会有不一样？就是因为他出生的地方不一样，他出生的家庭不一样。那甚至你可以说啊，如果是在同一个家庭、同一个国家，他们的背景都非常的相似，但是同一个命盘啊，但是他们可能还是会走不一样的路。那为什么？那因为呢，八字啊不是在决定你会成为这样的人，它只是代表你的一个根基，你的一个底色是什么。那你走什么路，你成长过后，你做 A 还是 B 的选择，它并没有一个答案，它并不知道你会做哪一个选择。那你可以说，同样的拿到这个命盘的人，他可能去做什么呢？他可能是在台上表演，因为是伤官，所以呢，他很喜欢要给人家看到。那他可能是一个stand up comedian， 他在台上是讲笑话去娱乐大众。那他的一种特色是什么？可能是没有界限的，没有任何东西是限制他的，所以任何的禁忌的话题他都可以说，他都可以聊。那但是放在 Elon Musk 的这个语境里面的话，他可能做的事情就是去探索一个没有边界、没有边际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地方，这样子。所以呢，他就去发射火箭，他去外太空了。那所以呢，八字啊，永远呢，它并不会决定你的人生到底会成为什么样子。那很多人也会很喜欢去通过这个八字啊，就去推测他是会不会成为世界首富啊，什么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个呢都是过后的，因为呢他需要有他的那个
家庭、他的一个环境、他的一个成长的经历，才有可能成为他现在这个样子。但是其他拿到同样命盘的人，我们要怎么解释呢？其实就是这样子啦。我们八字呢，并不是所有，它并不代表一个人的生命的所有，它只是代表你这个人的一个底色，你的一个基础，你的一个根基是什么。那你这个根基要拿来做什么，要往哪里去，是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OK，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啊，在我们的这个Elon Musk 的命盘里面，它有另外一个其实也算是蛮有趣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年柱跟月柱，你可以看到是亥跟午。那亥跟午呢，它其实是本身是一个暗合。什么是暗合啊？那我的这个工具呢是没有标示这个暗合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分析的时候，这个亥跟午本身是有个暗合啊，就是亥的主气是壬，午的主气是丁。那壬跟丁呢本身就是一个相合的天干的一个干。那暗合呢代表的意思啊，就是其实在暗地里或者暗中里有蛮多人或者他身边的一些老师啊，或者一些上司啊，还是什么，他们呢都会去给他支持。那所以呢，这些人呢本身如果有暗合的话，他通常会比较幸运，就是比较幸运，因为会有人暗地里帮你啊，或者在你需要的时候会给你一把啊，或者想要给你钱啊，给你帮助啊这些。当然对方在给你的时候也是有一些条件的，那暗合呢它是带有一些附加条件来给予你的。至于他之前接受过太多什么帮助啊还是资助的话，我就不知道。 OK， 大家可以去了解去研究他的一个背景历史是什么啦。但是我相信他要做到这种地步，肯定一路都有人要帮他才可以的。我们接下来可以看的呢，其实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的奇门命盘。那我的这个排盘工具呢，也包括这个奇门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他的本身奇门命盘里面，他的命宫，它本身的那个方位呢是在北。那这个北呢，你可以看到它有的天星，还有门 ，OK。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太过复杂，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不用紧，只要大家听我分析就好了。那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朋在这边，朋，然后还有申 ，OK。那这两个呢，代表的就是创业，其实它100%就是创业。因为朋呢，代表的是一种冒险，一种去展开一个新的旅程，去做不一样的事情的一个天星来的。所以呢，它朋天朋呢，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特质。那申呢，申门所谓申门呢，就是做生意，他要钱，他喜欢钱，他所有东西呢都跟钱有关系。所以两个结合起来就是创业。那他通过什么方式呢？是阴，他的一种所谓的守护神我们在奇门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个守护神的。那这个阴呢，代表的是他永远时常都会有很多的灵感，或者呢，他对一些新的事物，他的学习能力，他的了解能力都是非常的快速的。这个阴所谓的太阴呢，它就好像一个所谓宇宙的谷歌。所以呢，你想了解什么事情或者你要搞懂有什么对方在想什么或者你要学习一些新的资讯总之所有关于你现在我们好像可以上网去搜寻的东西，太阴呢都是可以帮你搜寻出来的那个守护神。所以它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所以它对很多
新的事物，他要学习，他要了解，他要掌握，甚至呢他要去把它重新打造出来，他都是非常的强的。那我们结合这个奇门的命宫来看的话，那这个八字的命盘里面呢，我的这个工具里面啊，还有其他的部分呢，可以看到是100个人格。那这个100人格呢，也是非常的有趣的。我的给他的一个标签呢是双数成零的独行者 ，OK， 因为呢它本身呢是甲木，然后它最强的一个人格呢是比肩格，所以呢就是比肩呢就是等于自己，就是甲木，是有非常多的甲木的一个人格，所以呢这样子的一种人啊，本身呢他的独立性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强的。他完全呢就是说我可以只靠自己，或者呢我要做我什么事情都是我就可以做得出，我可以扛得住。他的自尊心，他的 ego 也是非常强的。那他有他的好处啊，就是他非常的独立啦，他很的竞争意识也非常的强啊。那他也非常的讲原则啊，然后要去走自己的路，去做自己的选择。但是他们的缺点呢是什么？通常这样子的人啊，肯定啊就是可能太过固执，他觉得自己都是对的，他并不要去跟其他人有太多的合作或者妥协，我就是最大的，你们全部人听我的就对了。所以呢，在人际关系里面，有时候也不是那么的理想啦，这样子的一种人格。那另外呢，在我的这个工具里面，我也会分析这个人他的100种财富人格是什么。那这里呢，我给他的一个标签呢是独树一帜的财富奠基者。所以呢，他的逻辑是什么？他代表呢，这个 Elon Musk 呢，他完全就是靠自己去把它创造出来。他的公司呢，就是他的一个显现。他要做的事情，或者呢他想要完成的东西，但是呢因为啊他做的事情呢是非常的自我，就是说他只做他想要的东西，所以呢有些时候也会比较多好像别人对他有意见，或者呢觉得你太独立，什么太过鹤立鸡群，为什么你要做这么奇怪的东西，或者不能跟我们大家一样这样子 OK？ 但是呢他们如果真的做下去的话，它是可以非常非常长期的做下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Elon Musk 从以前呢他的 Tesla 其实这个公司呢也已经存在了蛮久了，都是他在继续管理着的。好，那所以呢这个也是可以看到的。那另外呢在这个工具里面也有给到这个日主本身是身强身弱，还是极弱啊极旺这样子的一个分析啦。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把自己的生日日期还有时间呢放进去，然后自己去看一下，那你的命盘你的日主本身是如何的啦。好，那其他的呢我就不多说了。那今天呢我就只是想分析到这里，我们的这个 Elon Musk 他本身的一个八字有的一些特色，还有呢他很特殊的一些元素啊，怎样造就了他现在的这种地位，还有他的本身的财富啦。那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更多关于自己的命盘的话，欢迎大家利用我的这个八字排盘的工具。那网址呢是八字 bazi.canlauconsulting.com。那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视频的下方呢找到这个连接啦。那欢迎呢大家去使用。那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用它的 Premium 版本。OK， 那你就会得到更多的一些资讯还有功能啦。好，那这期视频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那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留言还有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啦。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见，拜拜。